楚风与孔窦墨渊的实力有多强，在场之人都可以见证。因为那排山倒海的涟漪，那肆虐天地的巨浪，都是楚风二人实力的证明。这是真正的五祖巅峰之战，是两位真仙以下的最强者在交手。楚风进步飞速，这战斗经验更是令人惊叹。之前对于楚风的种种传闻，我皆是不信，可今日一见，此子的确令人刮目相看。此刻在场之人，没有一个人敢去质疑楚风的本领，毕竟眼下楚风的实力足以让他们为之折服。除了天级血脉拥有者外，任凭他们也是五祖巅峰，可却也根本无法与此刻的楚风相抗衡。诸位兄台，你们觉得今日一战是楚风会胜，还是墨渊兄会胜？观战之余，有人猜测起来，若是墨渊兄施展全力，这楚风自然不敌。可他既然故意少用了一重雷霆的力量，使得战力与楚风相等，这谁胜谁负就很难说了。有人露出为难的神态，我觉得会是墨渊兄胜。不管怎么说，墨渊兄被誉为孔氏天族内真仙之下最强者，可不是空穴来风。既然担得起这个称号，他自然是有这个实力的。至于楚风，虽然今日一出手，的确让我等刮目相看，可终归还是年轻。有人觉得孔窦墨渊会胜，那可未必。楚风一路走来，事迹颇多，战绩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说明他的确非同寻常。而天才的手段不能以常人去推断，我倒是觉得楚风有获胜的机会，也有人觉得楚风会胜。一时之间，竟然有人因为谁胜谁负的原因而争论起来。而在众人争论之时，楚风与孔窦墨渊的战斗却也是越发激烈起来。二人从兵刃搏斗到施展武技，再到施展竞技武技，他们所施展的本领越发的凶狠，威力也是越发的强大。眼下二人已是到了同时使用祖境武技的地步。孔窦墨渊所施展的乃是万千猛兽，那猛兽踏空而行，密密麻麻，正踏空而行，不断的向楚风围攻而去。最重要的是，这些猛兽在孔窦墨渊的催动之下，并非莽撞行事，而是有战略性的进攻。可是楚风所施展的武技却更加的耀眼夺目，那是4个金光闪闪的战神，他们似是人一般，各自高达100米，身穿铠甲，那铠甲不仅光芒闪闪，更是将他们包裹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脸庞，唯有一双凶芒毕露的眼眸散发着红光。眼下这4个金甲战神分别站在楚风的周围，任凭那些猛兽如何多，却也难以靠近楚风分毫。凡是靠近者，都会惨死在那4位金甲战神手中的巨斧之下。你们快看，楚风眼下所施展的武技。观察片刻后，有人紧盯着楚风所施展的武技，发出了一声惊呼，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声音。有何不妥吗？有不明所以者开口问道。相传当年名震百炼凡界的绝代王者战海川，他有一个成名的武技，那武技叫做祖境4天位，就是将4个金甲卫士召唤出来替他作战。先前开口之人说道，你的意思是说，楚风眼下所施展的便是那祖境4天位？这不可能，战海川源自远古战族，他所施展的手段也都是远古战族所传，而他自从名扬以来从未收过一个弟子，所以当他消失之后，他的诸多手段也都随之消失，再也没有人施展过。这楚风怎么可能施展的出战海川大人的招牌武技？有人并不相信。恒辉前辈，您不是一直对战海川前辈深有研究吗？您应该知道他的武技有何特征吧？在此时，有人将目光投向了人群之中的一位老者。这位老者苍老至极，脑袋上的头发都已稀缺，不仅驼着背，手上还拄着一个拐杖，但那拐杖可有些恐怖，那似是由人的骨头打造而成，散发着血腥之气。而这位老者名为恒辉老怪，是一个在百炼凡界臭名昭著的大魔头。之所以臭名昭著，那是因为他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食人肉。除了人肉，他对其他美食毫无兴趣。但这恒辉老怪除了喜欢食人肉之外，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喜欢战海川。据说他从小就视战海川为偶像，而当其修为大成之后，更是开始打听战海川的事迹，研究战海川的来历。所以要问如今这百炼凡界谁对战海川最为熟悉，恐怕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这个恒辉老怪了。恒辉前辈，您说说，楚风此刻所施展的武技与战海川前辈的祖境4天位可有相像之处？有好奇之人再度追问起来。面对众人好奇的目光，恒辉老怪并未回答，反而是大嘴一咧，他这嘴巴一张，才发现他的牙齿竟然都是尖的，那不是兽的牙齿，而是人类的牙齿，被硬生生的给磨尖了，一眼看去很是怪异与恐怖。哼！恒辉老怪先是发出一声诡异的冷哼之音，随后竟脑袋一扬，露出了一副高高在上且很是不爽的神态，这才说道，你们这群没有礼貌的小鬼，这个时候想起老朽我来了。恒辉前辈，您在我们心中一直地位很高，我们什么时候忘记过您啊？是啊，恒辉前辈，您一直是晚辈的偶像，晚辈怎敢对您不敬？您看，这是我给您准备的礼物，只是还没抽出时间交给您。这一刻，人们恍然大悟，这恒辉老怪是一个小心眼的家伙，所以许多人都开始拍起马屁，并且纷纷取出礼物递给了这恒辉老怪。而这恒辉老怪也不客气，将众人送来的礼物尽数收下之后，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这还差不多，那恒辉前辈，您现在快看一看，楚风所施展的武技是否与战海川前辈那祖境4天位一样？人们追问道。不用看了。恒辉老怪脖子一歪，竟然看都不看，将目光投向了他处。见此一幕，众人也是心生不悦，暗想这恒辉老怪真是贪得无厌，我们已经这般，他居然还要刁难，明摆着就是嫌给的礼物不够，还想要套取礼物。不曾想，就在众人心生不悦，想着要怎么连起手来收拾这恒辉老怪的时候，恒辉老怪却又再度开口，不仅是楚风现在所施展的武技与战海川大人的祖境4天位一模一样，他之前所施展的几个武技也都是战海川大人当年所常使用的。恒辉老怪说道，
听得此话，众人大吃一惊。恒辉前辈，您可看好了？老朽看得真真切切，绝不会错。恒辉老怪说道。前辈，那您的意思是？众人一同问道。我的意思是，这楚风已经得到了战海川大人的衣钵，乃是战海川大人的传人。恒辉老怪说道。此一刻，众人皆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先前的话若是旁人所说，他们自然不信。可是说这话的乃是恒辉老怪所说，那他们便是想不信也不行。可是只要想一想，这楚风既然得到了战海川的衣钵，是战海川的传人，那他们便是想不惊讶也不行了。这楚风2年之前得到了凯红大师的衣钵，已是令人羡慕，真是想不到他竟然还得到了战海川大人的衣钵。此子到底是何来历？竟然有着如此际遇，当真是大气运者呀！众人越想越惊，哪怕他们多是见多识广之人，此刻却也是心神难定。战海川与凯红大师是什么人？那可都是百炼凡剑，统治了一个时代的超级强者。而战海川当年的名声比凯红大师还要更胜一筹。现在楚风竟然同时得到了战海川与凯红大师2个人的衣钵，不论其他，单论这运气，就已是旁人所难以置信的事情。你所施展的武技乃是战海川的，旁人的议论传入了孔窦墨渊的耳中，他也是神情大变，竟直接对楚风发起质问：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楚风不以为然，轻蔑的一笑。这么说来，你根本没有得到战海川的传承。哼，我就说你这种废物，怎么可能得到战海川大人的认可？此刻，孔窦墨渊的脸上涌现出了一抹释然的笑意，显然他个人是非常不希望楚风得到了战海川之传承的，怕是要让你失望了。我先前所施展的诸多竞技武技，皆是传自远古战族。我虽不是远古战族的传人，可我的确得到了远古战族的传承。楚风开口说道。啊，竟然是真的，连他都开口承认了，那这件事便是千真万确了，太不可思议了。这楚风莫非是命中注定的神人不成？否则又怎会有着如此机遇啊？围观的人群之中沸腾了，莫说那些单纯的围观之人，此刻就连先前被楚风废除修为的独孤剑续以及酒肉和尚也是一脸的懵逼，因为这件事情太过非同小可了。这已经不仅是天赋的问题了，而是楚风同时得到了战海川以及凯红大师2个人的认可。百炼凡剑，有多少人不相信楚风的事情，又有多少人看不起楚风？可是从今以后，全都没用了。那些人的质疑将一文不值，连战海川与凯红大师都认同的人，他们的质疑又算个屁！好好好，这样最好，我今日就要夺了你的传承，让你的一切归我所有。孔窦墨渊忽然暴怒无比，他的暴怒来自于他的嫉妒，他深深的被楚风的际遇给刺激到了。他暴怒的同时，掌心一翻，又一把祖兵长枪握在了手中。祖兵真正的力量，唯有五祖能够发挥得出，而换句话说，祖兵也可以说是五祖最强的助力。眼下，孔窦墨渊同时驾驭2把祖兵长枪，那他的战力自然也是大为提升。战力提升之后，孔窦墨渊所催动的祖劲武技也是变得越发凶猛，甚至那些猛兽的体积也好像变大了不少。但最重要的是，此刻孔窦墨渊的头顶之上出现了一道旋风，那旋风为暗黑之色，不仅锋利极强，吹得虚空扭曲，更是散发着极为的恐怖的气息，就仿佛那暗黑色的旋风可以吞噬一切。那是祖劲武技，好强力的祖劲武技！墨渊兄同时催动2把祖兵也就算了，竟然还同时施展2种祖劲武技，并且威力都如此强大。有人惊呼，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此刻孔窦墨渊正在酝酿的祖劲武技比那些猛兽还要厉害，是更胜一筹的祖劲武技。而在众人惊叹之时，孔窦墨渊的头顶之上又连续出现了4道黑色的旋风，加到一起就是5道黑色的旋风了。这不是寻常的祖劲武技，这是孔氏天族的镇族武技——祖劲黑风斩。忽然，人群之中有一位老者说道：“祖劲黑风斩，祖劲黑风斩，不是一种斩击吗？他此刻所施展的明明是旋风啊！”有人发出质疑：“祖劲黑风斩是由黑色旋风组成，当发动攻击之后，便会合为一体化作斩击。不过，祖劲黑风斩不仅需要长时间的酝酿，更是需要强大的修为支撑。据说，这祖劲黑风斩乃是祖劲武技的巅峰，五祖难以施展，在孔氏天族之内，也唯有真仙强者才会这一秘籍。真是想不到，墨渊兄竟然已经掌握了这祖劲黑风斩，想不到墨渊兄弟竟然如此厉害，真仙以下最强者，果然是名不虚传啊！看来今日就算是楚风，也注定是要惨败了。当确定孔窦墨渊此刻所施展的祖劲武技乃是孔氏天族的镇族武技，是只有真仙强者才能施展的祖劲武技之后，人们对孔窦墨渊也是纷纷投去了敬佩的目光。这的确是祖劲黑风斩，之前我曾见孔氏天族一位长老施展过，不过那位长老施展的时候，天空之上可是出现了8道黑色旋风。墨渊兄弟虽然施展而出，但只是5道旋风，这说明他还并未彻底掌握这武技。围观的人中又有一位老者说道：“快看，又出现了1道黑色旋风，竟然足足施展出了6道。”忽然有人指着那片天空惊呼，众人一看，果不其然，眼下在孔窦墨渊的头顶又出现了1道旋风，眼下已经出现了足足6道旋风了，并且当第6道旋风成型之后，第7道旋风也是露出了雏形。太不可思议了，身为五祖，真的能够凝聚出7道旋风吗？孔窦墨渊他真的只是五祖吗？这一刻，围观的众人再度目瞪口呆，眼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只不过这一次不是看向楚风，而是看向孔窦墨渊的，他们都被孔窦墨渊所吸引了，似是感受到了众人那惊叹与崇拜的目光。孔窦墨渊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得意之色，可就在这时，他那正在凝聚的第7道旋风竟忽然消散了。糟糕！此刻孔窦墨渊顿时脸色一变，
深知是自己大意，才使得第7道旋风凝聚失败的他，赶忙集中精神，再度凝聚。可是这一次，他却无论如何都凝聚不出来那第7道旋风了。而眼见着孔斗墨渊是凝聚不出了第7道旋风了，那先前还惊叹连连的众人，则是一脸的尴尬。看来那夸奖是夸早了，那惊叹也同样是早了。一时之间，先前还惊呼一片的人群鸦雀无声，而孔斗墨渊那原本得意的孔斗墨渊，顿时变得尴尬无比。丢人，这也太他妈丢人了！原本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却因为自己的大意而搞成了这个样子。此时此刻，向来爱面子的孔斗墨渊，当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嗨，其实能够凝聚6道黑色旋风已是非常不错了。对，毕竟那可是只有真仙才能施展的武技。墨渊兄他身为五祖，不仅能够施展，还能够凝聚出6道旋风，比之真仙强者，也只是差了2道旋风而已，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片刻后，似是怕孔斗墨渊尴尬，也有真心佩服的因素，那些人再度对孔斗墨渊夸赞起来。果不其然，听到众人的话语后，孔斗墨渊那原本难堪的脸色也是稍微缓和了一点。怎么回事？是失败了吗？你可真是没用。然而就在这时，一声尖酸刻薄、充满讽刺的声音却忽然传来：“是楚风。”这句话自然是楚风说的。你什么意思？孔斗墨渊愤怒地问道。我什么意思？你那武技威力很强，但却需要时间酝酿。我没有阻挡你，是故意给你时间酝酿，就是想看一看你能够施展出什么花样。但我真是没想到啊，机会我给你了，你却这般不争气，竟然失败了。楚风一脸失望地摇了摇头。此刻他看向孔斗墨渊的目光，根本就不像是在看待一个敌人，更像是在看待一个不争气的蠢货。因为楚风的眼神之中，满满的都是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原来楚风并非没有看破，而是故意没有阻拦。这是何等的自信啊！莫非说楚风还有着可以破解这阻禁黑风斩的手段不成？听得楚风这番话，围观之人也是恍然大悟，立刻意识到楚风不阻止不是蠢，而是故意放水啊！你懂个屁！我这阻禁黑风斩已经施展成功，何来失败可言？孔斗墨渊狡辩道：“你既然愿意自欺欺人，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楚风耸了耸肩，狂妄的小子，我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我这阻禁黑风斩的厉害！孔斗墨渊说话之间，头顶之上的6道旋风便相互融合起来。这一刻，黑云涌动，雷鸣奔腾，那6道旋风相互融合，当真是掀起了不小的风浪。而很快的，那6道黑色的旋风便化作了一把横在虚空之上的利刃，那利刃依然为黑色，起初如风一般涌动，但渐渐的便化作了实体化。而它越是化作实体，所散发的气息便越是恐怖。孔斗墨渊要出手了，楚风怎么还不做出反应？他到底是自信还是自大？眼见着孔斗墨渊那阻禁黑风斩就要向楚风发出，可楚风却依然面色不改，并且没有使用出应对的手段。人们都是有些糊涂了，他们不知道是楚风自信于自己接下来的手段可以绝对的挡下孔斗墨渊这一击，还是楚风太过自大，小看了孔斗墨渊的这记阻禁黑风斩。孔斗墨渊，你看看这是什么？就在孔斗墨渊将要出手之际，楚风的左手之上又出现了一把金色的大剑，此剑宽2尺，长3米，比人还高。相比于楚风右手之上的疾风之刃，要霸气数倍不止。最重要的是，这把剑的气息竟也丝毫不输给楚风右手之上的疾风之刃。此剑一出，楚风气息顿时攀升不少。毕竟此刻的楚风可是同时驾驭着2把极品祖兵，好厉害！楚风竟然可以同时驾驭2把极品祖兵，众人叹为观止。因为相比于孔斗墨渊，楚风此刻所驾驭的2把祖兵难度可是高了不少，毕竟这可是2把极品祖兵啊，炎龙大剑。而相比于旁人，此刻孔斗墨渊的脸庞则早就变得扭曲，眼中更是涌现出了无比愤怒的目光，那种眼神简直就要喷出火来。炎龙大剑，这是那祖兵的名字吗？不对啊，怎么感觉这名字如此耳熟呢？不对，炎龙大剑，那不是孔氏天族的先祖所使用的兵器吗？忽然有人想起了这件事啊，原来那就是孔氏天族先祖所用的兵器，炎龙大剑吗？可是，不是相传那炎龙大剑已经失传多年，他怎么会在楚风的身上？而此事一经传出，人们又是一脸的雾水。孔氏天族是何许人也？人们再清楚不过，那可是成就了孔氏天族今时今日地位的存在。虽然在百炼凡界历史的地位之中，孔氏天族的先祖还不及凯宏大师和战海川那样强横，但也是仅次于那2位的存在，是百炼凡界一个时代内极具统治力的传奇人物。所以他当年所用的祖兵以及所使用的绝技，也是世人所清楚的。只不过可惜，当孔氏天族的先祖死后，他的兵器与成名绝技也都随之消失了，哪怕是孔氏天族的后人，也都未曾再使用过。所以世人都觉得孔氏天族先祖所用的兵器早就失传了。这样失传多年的传奇性兵器，又怎么会出现在楚风的手中？然而就在众人惊叹与不解之际，楚风猛然高举手中的炎龙大剑，下一刻，一道肉眼可见的磅礴武力便自炎龙大剑之中掠向高空。那气息掠出之后，在虚空之上爆炸开来，刹那之间，那片天地化作了绚丽的金色。可是很快的，在楚风的上方便乌云涌动，雷鸣闪烁，二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道极为壮观的景象。最重要的是，那云并非寻常的云，那雷也并非寻常的雷。虽然表面来看，那云与雷并无异样，可是他们所散发的气息却是恐怖至极，甚至丝毫不弱于此刻孔斗墨渊那凝聚而成的阻禁黑风斩的气息。这武技莫非是孔氏天族内也失传已久的阻禁武技？阻禁雷云洞。人群之中，一位老者发出了惊呼，并且他的惊呼之中还掺着不可思议的语调。最重要的是，此刻他那苍老的脸上也涌现出了极为震惊之容。什么？那是阻禁雷云洞？不会吧？
而那位老者此话一出，更是在人群之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祖镜雷云洞是为何物，在场之人都是非常的清楚，那可是孔氏天族先祖的成名绝技，那也是孔氏天族失传已久的东西。他怎么会也出现在楚风的手中，并且被楚风施展而出？毕竟一把炎龙大剑被楚风得到，已经让人们难以置信。若是楚风此刻所施展的武技当真是祖镜雷云洞的话，那可就真是太过惊人了。然而就在众人不愿相信这些之时，楚风却看向那位老者，缓缓开口：“有眼光，我这武技的名字的确叫做祖镜雷云洞。”天哪，竟然真的是祖镜雷云洞！这一刻，在场之人无论是谁，除了楚风之外，皆是目瞪口呆，震惊到了在场的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地步。当楚风亲口承认那就是祖镜雷云洞之后，围观的人们都瞬间石化了。此刻的他们已不只是惊讶万分，他们更是目瞪口呆，彻底被眼前的情况给弄懵了。怎么回事？楚风的炎龙大剑是孔氏天族先祖所用，而那祖镜雷云洞也是孔氏天族先祖的成名绝技。这两个连孔氏天族都失传已久的东西，怎么今日全部都出现在了楚风的手中？而楚风是什么人？他看是孔氏天族的死对头啊！这戏剧性的一幕，当真是把围观的众人给弄糊涂了。楚风，你这个卑鄙小人！原来当日擅闯我孔氏天族禁地的，真的是你！这一刻，孔斗墨渊愤怒地大喝起来，那愤怒的声音比雷鸣还要刺耳，甚至他连身体都开始颤抖了。愤怒，难以形容的愤怒。身为孔氏天族之人，他非常清楚，炎龙大剑与祖镜雷云洞并未失传，而是被他们的先祖藏在了卑阳山脉之中。眼下，楚风既然得到了这两样传承，那很显然，当日闯入卑阳山脉的就一定是楚风无疑。卑鄙小人，不知此话怎么讲？对于孔斗墨渊的质问，楚风则是一脸不明所以，不知怎讲。那我问你，你可敢告诉我，你手中的炎龙大剑和你此刻所施展的祖镜雷云洞到底是从何而来？孔斗墨渊愤怒地质问道。是啊，究竟是从何而来？这一刻，所有人也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他们都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为何不敢说？楚风一脸的无所谓。那你倒是说啊！孔斗墨渊愤怒地催促着，他自然非常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楚风潜入他孔氏天族禁地，盗取了他属于他孔氏天族的镇族之宝。这炎龙大剑与祖镜雷云洞，乃是一位叫做孔英义的前辈传授于我的。楚风风轻云淡地说道。楚风虽然不以为然，可是在场之人可就再难平静了，因为他们都很清楚，那孔英义就是孔氏天族的先祖啊。而这一刻，孔斗墨渊更是气得脸都绿了，因为楚风明明是偷走了他们的镇族之宝，可是楚风这样一说，那味道却是全然就变了，变得不再像是他偷的，反而是理所当然就应该得到的一样。这让孔斗墨渊如何能够接受？那位前辈还说，他的后人皆是无能之辈，等候多年，没有一人能够闯过他布下的大阵，得到他的传承。而我既然闯过了他的大阵，便是他的有缘人，所以他便将他的传承传授于我。楚风说道。你放屁！我孔氏天族先祖怎会将传承传授给你这样一个外人？孔斗墨渊气得浑身发抖。楚风不仅自圆其说，更是顺便把他们孔氏天族的人给侮辱了。什么？原来那个前辈是你孔氏天族的先祖吗？那他口中的无能后辈，岂不就包括了你？楚风一脸惊奇地说道。卑鄙小人，休要逞口舌之能，今日我就用实力把属于我孔氏天族的一切给夺回来。话到此处，孔斗墨渊头上的祖镜黑风斩便向楚风劈斩而去，一经出动，那黑风斩便急速扩大，眨眼间已是形成遮天蔽日之势，而其所散发的气息更是如同将要毁天灭地一般，异常骇人。面对如此攻势，楚风也不甘示弱，只见其冷哼一声，眼眸雷霆闪烁之际，头顶之上那片万雷奔腾的乌云竟遮天蔽日的涌了下来，那威势竟比孔斗墨渊的祖镜黑风斩还要更胜一筹。眨眼之间，两片庞然大物已是轰在了一处，暗黑的斩击与漆黑的乌云交织在一起，除了那闪烁的雷霆能够感受到的，便唯有阴森与恐怖。莫说那股能量的中心区域，哪怕是能量涟漪，也是将楚风与孔斗墨渊给冲得连连后退，连他们二人都无法抵挡那能量涟漪。可想而知，若是那武技正面落在他们身上，他们也绝对是凶多吉少。但强者交手，也总要分个胜负。这两个被誉为祖镜武技之中巅峰节奏的武技，也是有强有强弱。涟漪之中，乌云与雷电在减少，可是那斩击的力量也同样在减少，并且速度更快。而当那黑风斩彻底被磨灭之时，雷云却依然存在，并且开始向孔斗墨渊压迫而去。楚风赢了，不愧是祖镜雷云洞，这威力竟恐怖到了这种地步，居然连祖镜黑风斩在他的面前也是不行。众人惊叹，毕竟这场祖镜武技的对决胜负已分，但是他们却并不觉得孔斗墨渊就败了，因为以他们对孔斗墨渊的了解，孔斗墨渊绝对不会就这样认输。果不其然，当楚风那祖镜雷云洞即将把孔斗墨渊吞没之际，孔斗墨渊的身后猛然出现了两道雷霆羽翼。当雷霆羽翼出现之际，孔斗墨渊的战力顿时又提升了一重。只见右手的祖兵长枪对着前方猛然一刺，一道金龙便飞掠而出。那金龙威势逼人，乃是祖镜武技。若论武技本身，这条金龙自然是不如楚风那祖镜雷云洞。可是因为孔斗墨渊此刻的战力太强，已经高出了楚风足足一重，再加上楚风那祖镜雷云洞也被祖镜黑风斩消磨掉了至少一半的力量，所以那金龙轻而易举的便将楚风的祖镜雷云洞给洞穿开来。黑云破散，金龙在天。那金龙怒吼之下，张着血盆大口
散发浓郁杀气，以势不可挡之威势向楚风吞噬而去。见此一幕，众人心中便知道这场对决胜负已分，毕竟相差足足一重战力，除非楚风还有着逆天的手段，否则是绝对无法挡下这一击了。可就在那金龙即将靠近楚风之际，忽然一声巨响传来，那条金龙竟硬生生的被劈斩成了两段。那是这一刻，众人恍然大惊，不由仔细观看起来，这才发现此刻在楚风的前方出现了一把金灿灿的巨斧，那斧头威严霸气，更是散发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息。最重要的是，那斧头能够轻易的将那条金龙斩切开来，这多半说明了一个可能：楚风他竟然真的有着如此逆天的手段，竟能与比他战力足高出一众的人一战。孔窦墨渊，我楚风今日既然有来此的胆量，也就有着与你一战的把握。你自以为你修为高我一品，就一定能够胜我？那你实在是想多了。你我之战此刻才刚刚开始。楚风说话之间，已是催动着远古战斧向那孔窦墨渊挥砍而去。战力比楚风足高出一品的孔窦墨渊，自然不会示弱，道阻禁武技不断的向楚风丢去。然而无论是哪一种阻禁武技，都会被楚风那远古战斧轻易劈斩开来。眼见着远古战斧离他越来越近，他也不敢再继续站在原地，只能一边后退，一边使用阻禁武技来减缓那远古战斧的攻势。混账！这一刻，孔窦墨渊一脸的不甘心，他实在是憋屈透了。本以为施展全部战力之后就可以轻易胜过楚风，却万万没想到楚风会弄出这样一个东西，竟然足跨越了一重战力，不仅能与他一战，反而还将他给压制了。那到底是什么？竟然如此凶残！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息，这种王者一般的感觉，他绝非寻常武技，就算是阻禁武技，也不可能有如此威势。莫非这是秘技吗？可是就算秘技，也不该具备如此恐怖的力量才是。在楚风与孔窦墨渊交战之时，众人也是猜测不断，他们都很想弄明白楚风所施展的手段到底是何来历，竟然凶残到了如此地步，简直刷新了他们对武技的认识。看来楚风不仅是从远古战族那里得到了武技的传承，竟连这种东西也被他得到了。就在众人猜测不断，却难有个答案之时，久未开口的横晖老怪却是再度说话了。这也是远古战族的传承吗？而横晖老怪此话一出，就像是一块巨石落入了平静的湖水之中，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横晖老怪。当年战海川大人有一个真正的杀手锏，那并非寻常的武技，而是秘技。那秘技叫做远古战枪。除非他不使用那远古战枪，可只要他祭出了远古战枪，不管是多么强大的对手，便都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而虽然楚风现在所使用的逆天手段是一个战天巨斧，而并非是一把巨枪，但是却与史料记载中战海川大人所使用的秘技远古战枪极为相像，所以也就难怪那斧子有着如此逆天的威力，因为那定然是来自远古战族的秘技啊。横晖老怪说道：原来是这样，那竟是远古战族的秘技，难怪啊！楚风同时得到了凯宏大师、战海川、孔氏天族先祖的传承，待他到了真仙境，还有谁能是他的对手？怕是真的要傲视整个百炼凡界了。众人内心震惊的同时，也是激动不已，毕竟他们可是见识到了可与战海川最强手段所媲美的秘技。尽管他们本身很不喜欢楚风，甚至可以说以他们身为孔窦墨渊朋友的立场，他们也都是楚风的敌人。可是考虑到楚风如此恐怖的潜力，他们心中也是暗暗下了决心，若是这一战最终是楚风取胜，那么他们日后绝不与楚风为敌，反而要想尽办法与楚风化干戈为玉帛，与楚风拉近关系才对。众人沉思之际，天际之上又传来一声巨响，伴随那巨响而出现的还有漫天的金光，那金芒照耀了整个天空与大地，威压更是让在场之人为止站立。可那却是孔窦墨渊的又一次败北。没错，那又是孔窦墨渊所施展的阻禁武技，可这一次也无例外，被楚风那远古战斧轻易的劈斩开来。可恶，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怎会如此难缠？莫非那是至宝不成？孔窦墨渊此刻已是脸色苍白，大汗淋漓，比之先前的他已是虚弱了许多。哪怕他实力再强，底蕴再雄厚，可是连续不断的施展阻禁武技，却也承受不住。而最让他无奈的是，楚风那远古战斧似是无物可敌一般，他任何手段都破不开，在那远古战斧面前，他只能落荒而逃，狼狈不堪，一时之间头痛不已。尽管他还有最后的手段没有使用，可是他却也非常清楚，他所掌握的手段，楚风多半也有，那是最后一搏，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否则今日怕是要功亏一篑，彻底的败在楚风的手中。好歹你也是九品无祖，为何总是跑个不停？你不是说要杀我吗？倒是施展出那杀我的本事来。楚风一边催动远古战斧去追赶那孔窦墨渊，一边羞辱那孔窦墨渊。楚风，今日算你胜了，能否就此罢手？我可向我族长求情，对你当初所做之事不再追究。孔窦墨渊开口说道。竟然求饶？这孔窦墨渊此话一出，在场之人皆是神色一动，彼此互看一眼，发现彼此的眼中同样涌动着迷茫与不解。不对啊，以他们对孔窦墨渊的了解，孔窦墨渊绝不是一个愿意服软之人，更何况面对是楚风。一时之间，众人皆是如同丈二的和尚，有些摸不着头脑。我楚风从未做过对不起你孔氏天族之事，只有你孔氏天族对不起我楚风，所以我楚风与你孔氏天族之间的恩怨，并非你孔氏天族追究与不追究的问题，而是你孔氏天族不给我楚风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楚风绝不会善罢甘休，况且你伤我朋友这件事，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你。楚风的话语之中透露出了他的决意，那便是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过孔窦墨渊。这么说来，你是非要置我于死地吗？孔窦墨渊问道。
这件事不是我说的算。楚风说道。你说的不算，那谁说的算？孔董墨渊问道。我的朋友赵红。楚风说话间，将目光投向了赵红。楚风早已决定，孔董墨渊独孤剑续、酒肉和尚，包括那周富空的生死，他都会交给赵红来定夺。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巨响传来，顺声观望，楚风也是目光一变，是孔董墨渊。此刻的孔董墨渊与先前的狼狈模样已是全然不同，他的双脚之上散发着奇异的金芒。之所以说它奇异，是因为那金芒有着不断蠕动的形态。仔细观察，那似是两条蛟龙，双脚之上各踏一条。原来那是祖劲武技，一种可以提升速度的祖劲武技。是那两条蛟龙大大的提升了孔董墨渊的速度，快到了让楚风也是猝不及防的地步。而孔董墨渊双手之上的两把祖兵长枪，此刻也是变得全然不同，上面分别覆盖着紫色的火焰。那同样是祖劲武技，两个祖劲武技附在了祖兵之上，这大大的提升了祖兵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此刻孔董墨渊的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都仿佛变得比先前绚丽不少。总而言之，此刻的孔董墨渊不仅精力恢复，他的战力比先前又提升了一个档次。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来自于他额头之上一道由雷霆汇集而成的纹路。仔细一看，那竟是一个人字，此乃天极血脉拥有者到达五祖境之后才具有的力量。雷纹是雷纹，提升了孔董墨渊的力量。原来使用雷纹便是孔董墨渊最后的攻击，也是他预谋已久的奇袭。一切太快，当楚风反应过来之际，孔董墨渊已经避开了远古战斧，来到了楚风的近前。那两把祖兵长枪所散发的威压，传达给楚风的是一股致命的感觉，那感觉压抑难熬。尽管那祖兵长枪还没有刺中楚风，但楚风却已然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败了。楚风之所以能够与孔董墨渊纠缠这么久，凭借的并非自身的力量，而是那远古战斧。眼下孔董墨渊的速度不仅超过了远古战斧，他还成功避开了远古战斧。没有了远古战斧的守护，楚风就算将雷纹凝聚而出也是没用了。楚风，你的大意造就了你的这一败。孔董墨渊发出讽刺之音，他的脸上也露出利奥得意之色，并且他手中的长枪也是毫不留情地向楚风的丹田刺了过来。他的目标很是明确，就是要废掉楚风的修为。原来是障眼法。先前孔董墨渊的服软不过是想分开楚风的注意力，一切都是为了此刻才突袭。楚风大意了，所以他败了。看到这里，人们才反应过来，他们心中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孔董墨渊一直迟迟不使用雷纹，那是因为孔董墨渊知道同为五祖境，他有雷纹的力量，楚风也同样拥有。若是直接使用雷纹，将毫无用处。可是他若出其不意，那么楚风就要吃大亏。而眼下非常明显，孔董墨渊的阴谋已经得逞了。噗嗤，电光火石之间，一道闷响传来，一道鲜血也是随之肆意开来。呀！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声痛不欲生的惨叫。可是这一刻，众人却是瞠目结舌，一脸的惊讶与不解，因为那被击中的并不是楚风，而是孔董墨渊，是远古战斧自孔董墨渊的身后追赶而上，从他的背后将其劈中。此刻的孔董墨渊从头到脚，整个人都几乎被劈开了，只有一点骨头仍勉强连接着他那残缺的身体，鲜血难以自控的流下，染湿衣襟。雷霆铠甲、雷霆羽翼，包括额头之上的人字雷纹都消失不见了。他已身负重创，彻底失去了在与楚风一战的能力。只是他的脸上却还布满了茫然与不解。怎么会？我已经避开了你那诡异的斧头，就算你凝聚雷纹，他也不可能追赶上我才对。为什么？孔董墨渊想不通，为什么那远古战斧还能将他追赶上？你那是……然而，当孔董墨渊抬起头来，看向眼前的楚风之后，他却是瞬间愣在了那里。这一刻，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他眼前看到的一切。如他所料，楚风的额头上也早就凝聚出了雷纹，只不过此刻楚风额头上的雷纹却与他的全然不同，那雷芒闪烁的异常剧烈，散发的气息也是比他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最重要的是，楚风额头上的雷纹并非人字，而是神字。神字？怎么会有神字的雷纹？孔董墨渊傻了，是真的被那耀眼的雷纹给吓到了。他身为孔氏天族之人，身为天极血脉拥有者，自然知道雷纹有级别之分。想要拥有雷纹，就必须修炼自伐玄功。自伐玄功从弱到强，分为人伐、德伐、天伐。先不说修炼难度，首先越高等级的自伐玄功就越为珍贵。别的不说，就说这百炼凡界内最强的两个天族，孔氏天族和周氏天族，这两个天族之内也只有人伐玄功而已，连的伐玄功都根本没有。至于天伐玄功，那对于他们来说更是传说。所以这百炼凡界之内根本就没有人修炼过的伐玄功，自然也没有人能够凝聚到出地级的雷纹。可是楚风眼下竟然凝聚出了神字的雷纹，这岂不是说楚风凝聚出了神级雷纹，修炼了神伐玄功？可是神伐玄功，孔董墨渊根本连都听都没听过，在他的脑海里根本就不存在神伐玄功这种东西。但是眼下楚风额头之上的神字雷纹就那样真真切切地摆放在那里，而那雷纹所散发出的强大气息，更是让他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渺小到了让他发自内心的惧怕楚风、畏惧楚风的地步，就仿佛他从骨子里就不如楚风一般，因为那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谦卑与臣服，就如同士兵见到了元帅，臣民见到了帝王一般。此刻莫说他已经没有能力再与楚风一战，就算他有，怕是也难以一战了，他已经失去了战意。忽然之间，孔董墨渊竟然身子一栽，直接自半空之上摔落而下，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落地的他身子还在不断的颤抖抽搐着，那种感觉依然缠绕着他，而他的口中
还在反反复复地说这一句话：不可能，不可能，这不可能，一定是我看错了，一定是我看错了。面对这样的孔董墨渊，楚风却并未继续出手，而是转过身来，将目光投向了大殿的方向。快看，楚风的额头之上，那是什么？那是雷纹吗？可是天下间怎么会有这样的雷纹？莫非说此刻他身上所散发的那诡异而又强大的气息，是那雷纹所赋予的？当楚风转身之后，人们终于看清了楚风额头上的雷纹，看着那由雷霆所构建而成的耀眼字体，他们也是内心一颤。这一刻，在场所有人的身体都是难以自控的颤抖起来，就仿佛是一群温顺的绵羊看到了一只凶残的猛兽，自骨子里便产生了恐惧。面对众人那恐惧的目光，楚风则是不予理会。他先是将手中的疾风之刃与炎龙大剑收了起来，随后便踏空而行，一步一步地向人群走去。虽然将2把祖兵收了起来，可是楚风的威势却是丝毫不减。此刻的楚风不仅雷芒簇拥，在他的头顶之上还悬浮那把远古战斧，只要他念头一动，那远古战斧就会劈斩八方，毁灭一切。此刻的楚风就像是一个无敌于天下的战神，莫说寻常之人，就算是神鬼见他也要退避3分。楚风，我错了，还不行吗？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眼见楚风醒来，要说最害怕的却要数周富空。先前还跃跃欲试要与楚风一战的他，此刻已经彻底丧失了与楚风一战的想法，竟扑通一声跪在了半空之上，向楚风作揖求饶。这也不怪他懦弱，毕竟连孔窦墨渊都不是楚风的对手，所以他非常清楚，就算他出手，也难逃失败的命运。与其被楚风重创或者打残，还不如趁着没有交手，赶紧求饶，先保住性命再说。楚风少侠，我们只是受邀而来的宾客，先前折磨赵红姑娘，那都是孔窦墨渊他们做的，与我们无关啊。是啊，楚风少侠，你可莫要伤及无辜啊。事实上，不仅周富空在求饶，就连那些老一辈的人物们也在求饶。尽管他们都是百炼凡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若辈分不知道比楚风高出多少，可是面对此刻的楚风，他们却是发自内心的害怕。为了避免被牵连，除了解释与求饶，他们也是别无他法。毕竟他们都深深的知道，面对此刻的楚风，他们就算联手也是毫无胜算。说来也是讽刺，当楚风来此之前，多少人轻视楚风，可是此刻在场之人却没有一人不惧怕楚风。楚风一路走来，众人不仅胆战心惊，更是赶忙向两侧退让，生怕楚风对他们出手。因此在这人群之中出现了一条路，一条通往宫殿的路。楚风踏路而行，从周富空等人身旁走过，却没有停留，也没有难为他们的意思，就像是无视他们一般。楚风一路前行，自然是直奔宫殿，直奔赵红。这一刻人们不免有一丝庆幸，不管怎么说，至少现在的楚风没有对他们出手，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眼见着楚风行入大殿，有一位老者身形一晃便引入虚空，显然他是想要趁机逃遁。对于这种情况，楚风却是连头都没有回，而是背对着一掌轰出。那掌力在远处的虚空之上炸响，化作道道涟漪，肆虐天地。而在那涟漪肆虐之间，一道身影也是凭空而现，如同死狗一般坠落而下，最终狠狠地摔落在了地上。那是一个人，他的衣服都被轰散了，浑身漆黑，血肉翻腾，不断抽搐着。而这个人正是先前引入虚空的那位老者。此刻的他虽然未死，但却已是身负重创。这一刻，众人皆是心中一紧，再也没有人敢生出逃脱的念头。要知道，先前遁入虚空，此刻重伤于地的老者，可是一位真正的五祖巅峰啊！可是就是这样的五祖巅峰，在楚风的面前，却连一掌都逃不挡不下来，甚至楚风出手之时，连看都没看一眼，只是背身出手，便将他重伤至此。从这一点，人们再度见识到了楚风的恐怖。在轰下那位逃脱者后，楚风依然没有说话，他此刻已然来到了赵红的身前，枪啷啷，楚风大袖一挥，那牢笼便四分五裂。与此同时，那捆绑赵红的锁链也是四散开来。那锁链乃是特殊锁链，并不坚固，但只要捆绑在重伤之人身上，便会束缚他的修为。此刻锁链散去，赵红的修为也是迅速恢复。至于身上的伤，乃是皮外伤而已，倒也并不要紧，根本不用楚风出手。赵红自己盘膝而坐，运转结界之力，很快便将体内的虫子驱赶而出，让自己的肌肤愈合。不过眨眼间的功夫，赵红便恢复成了往日的模样。莫说脸上身上没有一丝伤痕，就连一丝尘埃都没有，甚至就连被剑刺穿的衣衫也被他修复了。楚风，你这混蛋家伙，原来你8品五祖就有如此手段，为何不早说？害得我以为你要突破到9品五祖再出关，所以才独自来此，却不曾想中了那孔董墨渊的陷阱。此刻赵红的嘴上虽然尽是埋怨，可是他的脸上却洋溢着笑意。身为楚风好友，见楚风2年之后竟掌握如此手段，自然为楚风感到开心。是我不对，我应该提前与你说明的，让你受苦了。虽然明知赵红的责怪是玩笑，可楚风却是发自内心的愧疚起来。在他看来，赵红独自来此虽然莽撞，可却也是担心王强，这他都能够理解。倒是他要是提前就与赵红说，只要到了8品五祖，他就有能与孔窦墨渊一战的把握，倒也真的不会害得赵红落得先前那种惨状。幸亏是他及时赶到，可若是他来晚了呢？若是真的来晚了，看到的怕就是赵红的失手了。而若赵红真的死了，楚风又有何脸面去见王强？行了你，我开个玩笑而已，错的明明是我，你道什么歉？搞得我心里怪不舒服的。赵红面露笑意，一拳砸在了楚风的胸口之上，随后在那小脸之上，竟真的露出了愧疚之意。看来赵红是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苦你已经吃了，这件事无法改变，但是这仇却必须要报。话到此处，楚风转过身来，
看向身后的众人道：“这些人，你想怎么处置？”听得此话，周富空以及那些老老实实站在殿外的众人，顿时心中一紧。果不其然，就如同他们所担心的一样，楚风并没有的打算善罢甘休。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面对如此厉害的楚风，他们当真就是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其宰割了。楚风少侠，赵红姑娘，我们真的只是受邀而来，并没有对你们不敬之意啊！赵红姑娘，先前折磨你的可没有老夫，你千万与楚风少侠说清楚，勿要伤及无辜，错怪好人啊！在场之人许多都是怕死之辈，眼见着大事不妙，他们也是顾不得身份，一个个竟然老泪纵横的哀嚎起来，想要用装可怜来博得同情。闭嘴！谁在多嘴？我割他舌头！猛然间一声厉喝传来，似是惊雷炸响，在天空之上回荡，久久不散。而此刻，那些求饶之人也是赶忙闭嘴，那些准备求饶的更是不敢开口了。不是他们胆子小，而是这位开口呵斥的乃是楚风。楚风说得出做得到，他们怎敢不从？赵红，你说怎么处置他们？楚风看向赵红，再度问道。旁人我不管，但是说话之间，赵红分别指向孔窦墨渊、独孤剑续、酒肉和尚以及周富空。他今日必须死！听得此话，独孤剑续等人顿时面如死灰，尤其是周富空，更是吓得瞠目结舌，大汗连连。尤其是那双腿抖的，连站都站不稳了，竟险些从半空之上载落而下。你们都听到了。楚风将目光转了过来，依次从独孤剑续、酒肉和尚、周富空以及孔斗墨渊等4人身上扫过，感受到楚风那充满杀意的目光之后，独孤剑续等人更是吓得脸都绿了。他们知道楚风是真的动了杀念，今日他们怕是真的要在劫难逃。此刻他们后悔极了，后悔不该嘴欠羞辱赵红。本来这只是孔斗墨渊与楚风等人的恩怨，结果现在他们也被牵连其中。若是能够重新选择，他们绝对不会为难赵红。只是可惜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了。楚风，这一切都是孔斗墨渊所为，抓住赵红的是他，折磨赵红的也是他，这与我们没有关系。你为何要如此咄咄逼人？楚风，你真的不用这样，今日就此作罢，一切都还好说。可你若杀了我们，那你未来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你千万要想清楚啊！楚风兄弟，你冷静，你冷静，切莫意气用事啊！独孤剑续等人纷纷解释，并且劝解楚风，他们真的是不想死。然而就像是听不到他们所说的话一般，对于他们的言语根本就不予回应。独孤剑续，你话最多，便先由你开始。楚风将目光投向独孤剑续，踏空而去。赵红则尾随在其身后，一同向独孤剑续走去。而听得此话，独孤剑续则是身体剧烈一颤，随后便感觉身体冰凉，仿佛连灵魂都在颤抖。在他看来，此刻的楚风就像是一个冷血无情的猛兽，眼中只有猎物，而那只猎物便是他。独孤剑续，楚风，你已经得罪了孔氏天族，若是今日把我们也杀了，百炼凡界的4大势力你都要得罪光，你将无容身之地。而我们之间本没有那么大的仇恨，更不至于弄到那步田地。你现在罢手还来得及。独孤剑续一边开口劝解楚风，一边在半空中之上连滚带爬的想要逃走。至于楚风，面对那极力想要与他来开距离的独孤剑续，却也并不拦着，因为独孤剑续的修为被废了，剩下那残存的修为根本不足为惧。别看楚风轻描淡写的踏空而行，可是速度却是极快，胜过卖力奔跑的独孤剑续数倍不止。所以不过眨眼之间，楚风与赵红已是来到独孤剑续的近前。楚风一把抓住了独孤剑续的衣领，将他给提了起来。而此刻的独孤剑续浑身上下更是颤抖的厉害，肉眼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他当真是被吓坏了。楚风风，你可想好了，今日若要杀我，我仗剑仙门绝不会放过你。独孤剑续威胁道。然而楚风却仿佛没有听到独孤剑续的话一般，而是对赵红说道：留他一句全尸即可。全尸？莫非楚风与赵红真的要杀这独孤剑续？那可是仗剑仙门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仗剑仙门未来的掌教接班人啊！楚风与赵红若杀了他，仗剑仙门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眼见着楚风真的要动杀手，那些围观之人越发的害怕起来，而连围观之人都怕了。那独孤剑续此刻是何表情，更是可想而知，他已经被彻底吓傻了。楚风，我求你了，我求你放我一马！你若放我一马，我仗剑仙门定会与你结盟，哪怕帮你对付孔氏天族，也并非是不可能啊！独孤剑续极其卑微的说道。此刻的他哪里还有一代天才的威风，当真是卑微至极。然而就在这时，赵红一掌轰出，拍在了独孤剑续的面门之上。此刻独孤剑续脸色涨红，随后嘴巴一张，一大口鲜血喷洒出来。下一刻，只见眼睛一翻，便气息全无。此刻的独孤剑续已是性命不在。赵红真的杀了独孤剑续，竟然真的杀了！这赵红也是个狠角色啊！众人心惊不已，看向楚风与赵红的目光又发生了变化。若非要形容，那便是他们对楚风与赵红的惧怕又多了几分。凡事想是一回事，做却是另外一回事。这么久以来，想杀独孤剑续的人也不在少数，扬言要杀他的也不是没有。可是真的杀了独孤剑续的，却只有这赵红一人。当然，所有人都很清楚，虽然杀独孤剑续的是赵红，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楚风。若不是楚风撑腰，赵红也不可能杀得掉那独孤剑续。下一个，你想杀谁？楚风对赵红问道。下一个便是他吧。赵红将目光投向了酒肉和尚。酒肉和尚面如死灰，眼见着独孤剑续被杀之后，他深知自己危在旦夕。此刻的他根本不敢拿佛光天寺来说话，因为他知道说了也没用。情急之下，竟也顾不得伤势和脸面，直接跪地求饶：不，别杀我，别杀我！然而
就在此时，楚风已是带着赵红来到了酒肉和尚的近前。赵红毫不留情的就是一掌，狠狠地拍在了酒肉和尚的面门之上，又是一口鲜血喷出。随后酒肉和尚便如那独孤剑续一样，身子一扬，已是一命呜呼，连续杀了2人。赵红不仅没有丝毫要停手的意思，反而在其嘴角之上露出了一抹意犹未尽的笑意。不得不说，此刻的赵红尽管是一个人畜无害的美丽形象，可是她这一笑却让她那妖女的本性暴露无遗。此刻所有人都知道，不仅楚风狠辣无情，这个叫做赵红的女子也同样是心狠手辣，是一个杀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狠角色。不用说了，下一个便是你。赵红看向了周富空，真是混账！你们以为我周富空是什么人？周富空怒吼一声，随后便直接施展出雷霆铠甲、雷霆羽翼以及人级雷纹，不仅一口气把自己的天级血脉力量尽数施展而出，更是直接亮出2把祖兵，那是2把一刀一剑，虽然不如楚风的疾风之刃与炎龙大剑，却也皆是品质不凡。此刻的周富空可谓直接施展出了全力，而他所散发的气息更是可以压制除了楚风之外的所有人。楚风、赵红，你们当我周富空是那2个软柿子吗？我可不是你们想对付就能对付的主！周富空极为愤怒地咆哮着，大有一副要鱼死网破的架势，是吗？然而面对此刻的周富空，楚风却是淡淡的一笑，那笑容之中不免有着些许讽刺之意。看到楚风那讽刺的笑意之后，周富空却又是心中一紧，那感觉就像是刚刚燃起的火苗被一大盆冷水浇灭了一般，好不容易因为施展出全力而得到的自信，就在看到楚风笑容的那一刻，所有自信都在瞬间瓦解。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连孔斗墨渊都不是楚风的对手，他又岂会是楚风的对手？莫说鱼死网破，恐怕想要伤一下楚风与赵红都是奢望。想到此处，周富空竟然身形一转，想要逃窜。他很明智，明知胜利希望渺茫，倒不是趁着能逃赶紧逃走来的干脆。然而在周富空逃窜之时，一道雷霆所化的光影以及一把巨斧迅速地追赶了过去。刹那间，天摇得晃，云雷翻滚，竟也随同那光影一同追赶而去。而那乌云虽是寻常的乌云，可那云中的雷却是蕴含酒色，异常的耀眼。那乌云的速度竟丝毫不亚于那光影，因为那光影乃是楚风，而那乌云便是此刻楚风所散发出的威势，二者乃是一体，自然速度也是不相上下。虽然楚风此刻并没有亮出祖兵，可是他却很快的便追赶上了周富空，拦在了他的身前。你逃不掉！楚风看着周富空说道。此刻周富空已是狗急跳墙，暴怒无比的他本准备拼尽全力与楚风进行一搏，可是当他看到楚风额头之上那神级雷纹之后，却是瞬间就怂了。他本不想怂，可是他却控制不住自己。当如此近距离的看到楚风额头之上的神级雷纹之后，他发自内心、发自骨子、发自灵魂深处的对楚风产生了恐惧。不仅是恐惧，那还是一种敬畏，就如同楚风是他的主子，他与楚风动手就是以下犯上一般。若非要说的话，其实倒也能够解释。此刻的周富空也好，先前的孔斗墨渊也罢，他们看着眼前的楚风，就如同黄级血脉看到了地级血脉，地级血脉看到了天级血脉一般。尽管他们与楚风一样，其实都是天级血脉，可是他们修炼的自伐玄功却是完全不同。他们修炼的乃是自伐玄功中最低级的人伐玄功，而楚风所修炼的却是自伐玄功中最高级的神伐玄功。修炼自伐玄功之后，对他们的血脉也是有了转变。而当楚风施展出雷纹之后，他的那种强大的血脉更是会毫无保留地展现而出。若是实力比楚风强的还好，若是实力与楚风相当，就如同周富空与孔斗墨渊这般，那便根本无法与楚风对战，因为打骨子里他们就已经输给了楚风。这就像是一只猎犬，再如何强壮，再如何凶猛，它却依旧是一条狗。所以任凭那猎犬再如何强大，可当它面对一只猛虎，看到一只雄狮，也都会立刻丧失战意一般，只想逃窜。那是来自于血脉深处的压制，那是兽性的卑劣之分。楚风，先前那独孤剑续和酒肉和尚挑衅于你，你让赵红杀他们也就算了，可我周富空并未对你如何，你当真要纵容这妖女杀了我？你现在已经与孔氏天族、仗剑仙门、佛光天寺结下了仇怨，你若杀了我，你就要与周氏天族结下仇怨。那个时候你可真就周富空来硬的不行，只好说些软话，想继续奉劝楚风。然而周富空话还没有说完，那悬在天际之上的远古战斧便劈斩而下，直接洞穿了周富空的身子。这一刻，周富空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整个人瞬间就绝望了。那远古战斧洞穿他的肉身，他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强大的压迫力，那压迫力自然是来自远古战斧。如果说先前的周富空勉强还能与楚风一战，那么此时此刻被远古战斧洞穿肉身的他，已是彻底失去了与楚风一战的能力。莫说是楚风，此刻在场的人之中，随便一个都能轻易的取他性命。你最好别乱动，否则我这远古战斧只是稍微落下一点，就会将你劈成2半。到时候你周氏天族来收尸的时候，连个全尸都收不到。楚风对周富空说道。周富空气心肝脾肺都要炸掉了。楚风这番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那就是今日他周富空必死无疑了。事实上，周富空的确是命绝于此，因为那满含杀意的妖女赵红已经是追赶了过来。赵红，动手吧！楚风对赵红说道。赵红也不客气，顺势抬起手掌，便想取了这周富空的小命。给我住手！然而就在这时，一声怒喝忽然响起，那声音响起之际，虚空都是为之战栗，哪怕是楚风那雷霆漫天，你的威压也随之颤动起来。这气息是真仙！这一刻，围观之人皆是大惊，他们已经感受到那来者乃是真仙。哈哈，来啊，杀我呀！那是我周氏天族的周瑜罗长老。此刻
周副空却是欣喜若狂的大笑起来，笑容之中却还充斥着洋洋得意以及挑衅的意味，因为他知道今日他的命可以保住了，不仅他性命能保，眼前这两位将他折磨得很惨的两个人还将倒大霉。真仙，此刻楚风也是感受到了那真仙的气息，内心不由得泛起了嘀咕。根据以往所见到的真仙，他能够判断出那位来者应该只是一品真仙而已。可是哪怕只是一品真仙，但是对方的气息却也是稳稳的胜过了他。任凭是他有天级血脉也好，还是他有神纹也罢，又或是他有远古战斧提升战力，哪怕此刻的他已经超越了所有无足境的人，可是当他面对一品真仙的时候，楚风还是能够深深的感受到他不如对方。真仙就是真仙，那是一个无祖再强却也无法对抗的境界，这条鸿沟哪怕是天级血脉拥有者也无法逾越。在楚风是武帝巅峰的时候，他凭借天级血脉可以把自己的修为暂时提升到半祖境，可是当他是五祖巅峰的时候，明明天级血脉的力量还在，明明他掌握了更多逆天的手段，可是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让自己的修为达到真仙境，这便是真仙的强大之处。除非你真真实实的修炼到这个境界，否则任何手段都难以让你成为真仙。所以哪怕此刻的楚风再强，战力再逆天，他却依然是五祖境，而只要他是五祖，他便无法对抗真仙。该死，怎么这个时候来？此刻赵红也意识到了情况不对，所以他那已经举起的手掌也始终没有落下。他非常清楚，既然那真仙的威压已经覆盖于此，那便说明真仙已经到了，他根本没有机会杀掉周副空。楚风、赵红，你们可真是好大的胆子！那声怒喝再次响起，只不过这次声音更近也更响亮。当那声音响起之时，先不说威压如何，楚风与赵红都能够感受到一道道强烈的音浪不断的吹动着他二人，把他二人吹得难以站稳。可是与他们站在一起的周副空却什么事也没有，在场围观的其他人也都什么事没有。很显然，那声浪是针对他们二人而来。当那声音落下之后，两道身影也是浮现出，站在前方的是一位身高近2米的中年男子。这名男子身材很壮，唏嘘的胡茬尽显大叔风范，尤其那双深邃的眼眸，更是让人知道他经历了无数岁月，见过无数人，遇过无数事。这是一个活了许久的老怪物，而绝非是眼前所见的中年男子。但是此刻他看向楚风等人的眼神却是非常不善，甚至可以说是杀机毕露，就好像楚风与赵红稍微做出一点不合他心意的举动，他都会立刻出手杀了楚风与赵红。而那股强大的真仙威压就是来自此人，想必此人就是周氏天族之人，周副空所说的那位周瑜罗，周长老。不过除了这个周瑜罗之外，还站着一个人，此人头上戴着特殊的斗笠，那斗笠很特殊，哪怕楚风与赵红也看不穿那斗笠，看不到对方的面容。不过从对方的形态却可以打断推算出，对方应该是一位老者，不仅年龄是一位老者，他的外貌也没有特意修改过，应该也是老者的样子。果不其然，那位很快将头上的斗笠摘了下来，露出了他的面容。这位老者满头白发，却面色黝黑，脸型似马一般，不过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仙袍界灵师，只是四目相对，赵红便推断出对方乃是一位仙袍界灵师。不过令赵红不解的是，那界灵师明明是周瑜罗那边的，可为什么那老者看向他们的眼神之中没有愤怒，反而充满了惊讶与不安？竟然是他！而楚风此刻也是目光一变，这位老者，楚风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2年之前，楚风手持邪神剑大战孔氏天族之时，那个时候这个老者便在场。楚风还隐约间听到有人叫他诸葛明人，而他也的的确确是一位仙袍界灵师，并且还是一位蛇纹级仙袍界灵师。他乃是百炼凡界一个名声赫赫的存在，并且这诸葛明人也是2年之前楚风大战孔氏天族最重要的见证人之一。楚风、赵红，今日的事你们不解释一下吗？周瑜罗质问道，语气非常不善。楚风，我们走。赵红并未打算解释，而是抓住楚风的胳膊，便想立刻离开。毕竟他又不傻，当这位真仙出现之后，他们就已经从绝对的优势变为了绝对的劣势，继续纠缠下去，倒霉的只会是他们。然而楚风不仅没动，反而将准备离开的赵红给拉扯了回来。楚风，你……此刻赵红一脸迷茫，不明白楚风为何不走，而楚风则是冲赵红淡淡一笑，这才说道，要走也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完。说完此话，楚风又看向那周瑜罗，说道，我没什么可向你解释的，但是有一件事我倒是可以与你说一下，这周副空的命今日我要定了，这周副空的命今日我要定了。楚风此话一出，宛如一道惊雷落入众人的心中，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莫说他人，就连那周瑜罗自己也是为之一愣。什么情况？区区一个五祖竟敢与真仙叫嚣，这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楚风，我不管你额头上的雷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管你头上悬着的秘籍究竟从何而来，但你终究只是五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也没资格做我的对手。现在我问你答，你若乖乖配合也就罢了，否则休怪我取你狗命。周瑜罗气势汹汹，并且自信满满，狂放霸道。而此刻在场围观之人也是不由露出了讽刺的笑意，他们自然知道楚风很强，甚至在今日之后，他们甚至都会觉得真仙以下者怕是无人能与楚风抗衡。楚风的实力他们承认，但是楚风若是要与周瑜罗叫嚣，那在他们看来，楚风依然是在以卵击石。楚风，我们还是此刻，就连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赵红也想开口劝阻楚风。赵红他自然不怕死，只是他不想因为自己的恩怨把楚风也牵连进来。而楚风似乎明白赵红想要说什么，所以还不待赵红将话说完，楚风便抢着开口，赵红，不用多说了，
这周富空的命，我今日一定让你取！狂妄，你凭什么？周富空愤怒地问道。在周瑜罗来此之前，他的确不敢与楚风这般说话。可是在他看来，当周瑜罗来了之后，楚风就不该再与他这般说话。在他看来，楚风应该害怕，应该向他认错，应该向他跪地求饶。然而周富空话语刚落，便一大口鲜血喷洒而出，那远古战斧刺得更深了，那种压迫让周富空难以忍受。放肆！眼见着楚风竟然当自己的面继续对周富空出手，那周瑜罗也是面露怒容。毕竟楚风眼前的所作所为，完全就是不把他放在眼里，这让他颜面无存。所以他当即决定，不管楚风有何背景，但是今日他都必须给予楚风一些教训。锵啷啷！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手掌之上却是突然多出一把长剑。这把剑不是疾风之刃，也不是炎龙大剑，而是那把邪神剑。那是看到邪神剑，在场之人皆是目光一变，他们不是被邪神剑吓到了，而是被邪神剑惊到了。毕竟在邪神剑没有展现出真正的威力之前，它看上去不过就是一把半成地兵而已。人们实在是想不通，在如此关键时刻，楚风为什么会拿出一把半成地兵？这种东西莫说在真仙面前无用，就算在五祖与半祖面前也是废铁一把。莫非楚风是在刻意羞辱周瑜罗？别说我没提醒你，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若不乱来，我可以当做什么没有发生过。可你若是不听我劝，非要插手今日之事，那你的狗命我今日也不放过。楚风手握邪神剑，指着周瑜罗说道：羞辱，这是赤裸裸的羞辱啊！此刻众人已经确定，楚风拿出这样一把兵器，那就是羞辱周瑜罗而用。他是当真没有把眼前这位真仙放在眼中，否则又怎敢说出如此放肆的话？好你个楚风，看来你是真的认为我不敢对你出手是吗？好，今日我就替天行道，宰了你这个畜生，否则你真是不知道我周瑜罗是什么样的人。周瑜罗被楚风气得脸色涨红，意念一动便威压四起，他竟然直接动了杀意。等一下！然而就在这时，那位站在周瑜罗身旁的诸葛明人却是一把抓住了周瑜罗，把他给拦了下来。周兄，切莫冲动，你不是那楚风的对手啊！诸葛明人说道。什么？听得诸葛明人的话，众人又是神色一变，而那周瑜罗更是一脸的吃惊。而很快的，他脸上的惊讶之色便转为了越加升腾的怒火。楚风嘲讽他也就罢了，他真是想不到，连他多年的好友诸葛明人竟然也看不起他。诸葛兄，你给我让开！今日我必须灭了这个狂妄小辈！盛怒之下，周瑜罗根本就不听劝，一把将诸葛明人推了出去。周兄，楚风所持乃是魔兵！诸葛明人大声说道。魔兵！而听得此话，莫说旁人大吃一惊，那已经抬起手来准备灭掉楚风的周瑜罗，竟然也是愣在了那里，并没有继续出手。魔兵，只是这两个字，便让他们想起了一件事，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2年之前的一战，孔氏天族损失惨重，几位当家长老不是被杀就是失踪，甚至连孔氏天族的族长都是身负重创，百炼凡剑最强大的势力之一孔氏天族险些被人所灭。而做出如此骇人听闻之举的，不是别人，就是楚风。传闻楚风当初还只是半祖修为，而他能够险些灭掉孔氏天族，就是凭借一把魔兵。当日有很多人看到了这一幕，正因为见证者众多，所以这件事才传得沸沸扬扬，让许多人深信不疑。值得一提的是，当初这诸葛明人也在场，并且这2年来他一直确定此事是真的。魔兵，这就是你一直与我说起的那把魔兵。此刻周瑜罗眼中的怒意忽然减少，他再度看向诸葛明人之时，眼中已经没有了怒火，反而涌现出了深深的感激与歉意。身为诸葛明人的朋友，他曾多次听说诸葛明人提起2年之前的事情，因为此事实在是玄之又玄，所以他也是半信半疑。可就算半信半疑，他至少还是信了一半。之所以相信，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是诸葛明人与他所说，他与诸葛明人是多年好友，对于诸葛明人的品行是有了解的。诸葛明人是一个从不说谎的人，而正因为他信了一半，所以他此刻忽然怕了，因为他不想死。